这个哆啦 A 梦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眼睛是红色的，笑容还很邪恶。原来他竟然跟凶恶的犯罪机器人互换了身体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天，22世纪的某个银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他是机器人天甲。工作人员提醒他这里不能停车，他说了一句对不起之后，就掏出大炮开始狂轰滥炸。原来他是来抢银行的。另一边，大雄正在偷偷为哆啦 A 梦准备生日惊喜，他比划着哆啦 A 梦的鼻子，念叨着还差一颗红色弹珠就完成了。哆啦 A 梦搞不懂他葫芦里卖着什么药，以为大雄又在嘲笑自己跟弹珠一样的气球体型。不过他不打算跟大雄一般见识了，因为他有特品铜锣烧等着享用呢。但冒冒失失的大雄在翻找弹珠时绊了一跤，把哆啦 A 梦的铜锣烧给压扁了，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。哆啦美过来提醒哆啦 A 梦去做体检，目睹了两人的战争现场。大雄一直在道歉，但那可是哆啦 A 梦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的，所以哆啦 A 梦说什么也不肯原谅。大雄被逼急了，开始口不择言，说哆啦 A 梦是球形狸猫废物机器人。于是两人又扭打在了一起。哆啦美看不下去了，赶紧叫停了他们。哆啦 A 梦气呼呼地说自己无法忍受再跟大雄待在一起了，还说再也不要管大雄了。大雄也在气头上，便没有挽留他。哆啦 A 梦走后，大雄拜托哆啦美帮他说说话，毕竟今天可是哆啦 A 梦的生日啊。他还想了好多祝福方法呢。哆啦美说没问题，毕竟他能去的地方也只有大雄这里了。画面再次回到22世纪，天甲抢了银行后，驾车开始逃窜，他很轻松的就摆脱了警方的追踪，但却为了躲避一只闯入马路的狗翻车了。哆啦 A 梦还没有消气，他把哆啦美为大雄说好话都归结于是他不了解大雄。哆啦美不跟他争，是，哥哥你最了解大雄了。哆啦 A 梦下意识就承认了，可下一秒傲娇的他就红着脸连连否认。不过他还是跟哆啦美约定好了，等体检结束就回去跟大雄和好。哆啦 A 梦对医院十分害怕，但哆啦美还是不由分说的把他推了进去。半路上，哆啦 A 梦逃出交换生，跟哆啦美互换了身体，还说只要是我的身体接受了检查就可以了，你就帮我去一下吧，我的好妹妹。真是逻辑鬼才。哆啦美生气了，追上去又把身体换了回来，并强行把哆啦 A 梦拖进了体检室。哆啦 A 梦一进检查台就像被人绑架了似的，一直不停的乱扭乱动，还对医生骂骂咧咧。医生为了快点结束检查，就把他给麻醉了。与此同时，出事故的天甲也被送到了这间急诊病房，看样子他伤得很严重。医生看他戴着手铐，觉得很奇怪。警方过来跟医生说明了情况，同时其他医护人员也出去准备手术用的器械。可没想到天甲并没有陷入昏迷，他伸出长钩将哆啦 A 梦口袋里的交换绳拿了出来。护士将哆啦 A 梦叫醒，告诉他检查结束了。咱看眼睛就能知道，这个哆啦 A 梦里面的灵魂已经变成了天甲。天甲通过查资料才知道了哆啦 A 梦身边的人物关系。哆啦美没意识到在自己的哥哥身上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催促他赶快去找大雄和好。天甲一脸坏笑的答应了。另一边，哆啦 A 梦也醒了。糟糕的是，天甲的身体在车祸中受到了重创，声卡系统坏了，因此他现在是说不了话的。警察说，天甲犯下的罪行在机器人法中判个100年都不够，而且他身上的武器已经全部都被卸掉了。哆啦 A 梦着急地挣脱了束缚，警察开枪震慑，却不小心击中了天甲的炸弹，病房瞬间被炸得烟雾弥漫。哆啦 A 梦也趁机逃走了。自己竟突然变成了通缉犯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逃跑过程中，哆啦 A 梦误打误撞来到了监控室，查看了监控后，他立刻明白了天甲跟自己互换了身体，而且此时天甲已经去到了大雄身边，这下可不得了了，得赶紧去救大雄。于是哆啦 A 梦颤颤巍巍地倒立着混过了检查，逃出了医院。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手长的好处，为了大雄，哆啦 A 梦真是拼了。另一边，天甲乘坐时光机来到大雄家，他看见大雄放在桌上的纸盒，大雄正好推门进来。不行，我都写着别看了。天甲指出，你写的明明是别演。他念叨着，这人就是大雄啊，真人比照片上更傻。大雄觉得哆啦 A 梦的画风有些不对劲，难道是还在因为刚刚的事生气？
田甲心想，可不能被这小子识破，于是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难看的微笑，表示自己没有生气。大雄为了给哆啦 A 梦赔礼道歉，还特意拿零花钱去排队买了铜锣烧。可田甲最讨厌吃甜食了，但他为了不露出马脚，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。这时胖虎和小夫来教大雄打棒球，大雄刚想拒绝，因为今天是哆啦 A 梦的生日。可没想到田甲听见要打棒球，异常的兴奋，还说棒球是他最喜欢的运动。大雄觉得很奇怪，他记得哆啦 A 梦没那么喜欢棒球啊。画面来到哆啦 A 梦这边，他躲在下水道里瑟瑟发抖，还被老鼠吓个半死。好不容易等到晚上，警察撤走了，哆啦 A 梦才蹑手蹑脚地走出来。他得去哆啦美那里用时光机回去。哆啦美和世修在电视上看见了田甲的新闻，与此同时，哆啦 A 梦艰难地爬到了世修家的阳台。世修关窗户时，看见了这个电视上正在报道的犯罪机器人，吓得赶紧打电话报警。哆啦 A 梦说不出话来，无法与他们沟通。他急中生智，从旁边拿了个纸袋，画出了哆啦 A 梦的脸，然后套在自己头上，还跳起了哆啦 A 梦的主题曲之舞。哆啦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但此时警察已经迅速赶到，哆啦 A 梦只好踩着警车继续逃窜。最终，他躲在了一个垃圾场里。哆啦 A 梦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时光腰带，可惜这腰带是坏的。就在他准备要放弃时，垃圾堆里一颗红色弹珠闪闪发光，他回想起大雄需要这个，于是他把弹珠收了起来，趴在地上淋着雨开始修腰带。过了很久，哆啦 A 梦终于修好了腰带，但他启动后腰带却不起作用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找过来把他包围并控制住了。眼看哆啦 A 梦就要被带走了，腰带突然奏效了。哆啦 A 梦终于回到了21世纪，画面来到田甲这边，他似乎对打棒球非常在行，对手都被他给打趴下了。这种被孩子们当成英雄的感觉让他很感触。被高高捧起的他看着蓝天白云，心情难得宁静了下来。大雄打得太烂，差点害他们队输掉，因此被罚负责捡球。田甲看他傻得可爱，就傲娇地决定教他打棒球。大雄看见棒球朝他飞过来，会下意识地闭眼。田甲再三强调，十分严肃地告诉他，一定要盯着球，绝对不可以把视线移开。许多个回合后，大雄终于击中了球，他开心地抱着田甲。随后，大雄在去捡球的时候，发现了哆啦 A 梦。大雄把他捉醒后，哆啦 A 梦直接就抱了上去。大雄被这大家伙吓到了，赶紧跑去找田甲。田甲立马用空气炮击飞了哆啦 A 梦。他还跟大雄说那是来自未来的邪恶机器人。哆啦 A 梦说百口莫辩，只好与田甲正面对抗。现在的哆啦 A 梦身体很坚固，因此他即使没有武器，也能跟田甲打个平手。就在他俩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大雄为了救出田甲，勇敢地用球棒开始击打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一分神就让田甲跑了。田甲脱离了控制后，对哆啦 A 梦连开了好几炮，还悄悄威胁哆啦 A 梦不要再去找他，否则他不保证大雄的安全。就在他想将哆啦 A 梦置于死地时，大雄拦住了他，并说哆啦 A 梦才不会做这样的事。田甲回到家后，把自己在22世纪犯下的罪行放给了大雄看，他不想大雄再靠近有着田甲身体的哆啦 A 梦。田甲还说自己是个作恶多端的家伙，不如赶紧变成废铁。但随后大雄的话让他破防了。田甲好可怜，他肯定也不想做这种坏事的。其实他也想跟大家好好相处吧。田甲几乎要被大雄的善良净化了。晚上，大雄一家还给田甲过了生日。这种爱的包围让他自愧不如，也开始羡慕起了哆啦 A 梦。睡觉前，大雄告诉田甲，他的生日礼物要晚一点才能给他，因为还差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没有做好。大雄关灯后，窗外一道巨大的身影闪过，他好奇地打开窗户查看，下一秒就被哆啦 A 梦捂住嘴巴带走了。田甲很快就察觉到异常，这时哆啦美打来视频电话，田甲告诉他们哆啦 A 梦把大雄抓走了，还让警察快点过来。随后他自己也追了上去。哆啦 A 梦把大雄带到一处深山后，把红色弹珠给了他。大雄开心地把弹珠装到了他给哆啦 A 梦做的泥塑上。他告诉哆啦 A 梦，这是他要送给自己最重要的朋友的生日礼物。哆啦 A 梦听后泪止不住的流。大雄隐隐觉得面前的这个大家伙有可能是哆啦 A 梦。这时田甲来了，他掏出了改装过的加长空气炮，开始对哆啦 A 梦发起攻击。哆啦 A 梦立马抱起大雄躲避，
接下来又是一场恶战，哆啦 A 梦最终是手无寸铁，被打倒在地。他很气愤田甲不好好爱护环境，于是他举起一棵断掉的树，拼尽全力朝田甲扔了过去。田甲躲避不及，被打个正着，幸好哆啦美拖住了他，才不至于摔到地上。与此同时，一大群时空警察也赶到了这里，包围了哆啦 A 梦。就在他们准备开火时，大雄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保护他。他认出了在田甲身体里的哆啦 A 梦，你是哆啦 A 梦吧？你一定是哆啦 A 梦，对不对？哆啦 A 梦哭着点了点头。当众人疑惑的时候，田甲走了过去，他问大雄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大雄笑了笑说：“因为哆啦 A 梦就是哆啦 A 梦。”听到这话，田甲也笑了。随后他表明了自己才是田甲，然后他拿出了交换绳，他不仅跟哆啦 A 梦道了歉，还说了句真羡慕你啊。两人的身体换回去之后，哆啦 A 梦激动地扑向了大雄，时空警察也把真正的田甲给带了回去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哆啦美说只要好好改正，他还是能再跟人类一起生活的。临走前，大雄让田甲有空再来教自己打棒球。田甲虽然没有回头，但他已经泣不成声了。画面到了大雄的家里，大雄跟哆啦 A 梦互相道了晚安后，大雄便熄灯了。可没想到哆啦 A 梦竟跑下来，钻进了大雄的被窝。最后，大雄对哆啦 A 梦说了句生日快乐。这漫长的一天终于结束了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就是我在你面前，你却不认识我。幸好最后大雄认出了哆啦 A 梦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愿意跟田甲成为好朋友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